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游手好闲的频道。老游的频道是会为大家分享末爆手游无尽对决这游戏的一些英雄教学以及更新和活动相关的视频。经过漫长的闭关修炼，老游总算把神乐这个教学视频给拿出来了。从零基础到学会神乐这个英雄，我经历了简直就是输到妈妈都不认得啊，太可怕了！也顺便带我的粉丝一起走向辉煌的掉星之旅。你这个禽兽，来人呐，给我打1300！至于神乐这英雄的视频为啥拖那么久呢？因为主要我认为至少要玩到我觉得可以拿来上分，我才会做一个英雄教学。而不是说这把拿了一把 MVP 可以做英雄教学啦，不是这样子的。在出视频之前，我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出装以及不同的挥击技能去上分，所以玩到最后，我总结在玩神乐上分这一点，我一共研究了2套玩法来应付不同的状况。至于有时候遇到神一般的队友，这1-2个巧克力也是在所难免的。那让我为大家介绍我的队友，同时还也是你们的队友。Oh my god！大家看看多么熟悉的画面和场景啊！好，废话不多说，现在有请小帅出来分享老游常用的徽技以及技能的选择。大家好，现在让我来分享老游常用的徽技以及技能的选择。老游刚才也有提到，一共有2套玩法推荐给大家。首先，第一套玩法我把它归类成高爆发，容易秒杀脆皮。首先就是法师徽技，然后低阶技能选择撕裂，中阶技能选择武器大师增加伤害。假如想要快速成型，就可以选择神秘商店。因为第一套玩法属于爆发流，所以中阶技能选择狂潮袭击打爆发伤害。而另外一种推荐的玩法是消耗流，是针对敌方坦克多的时候使用。徽技方面唯一不同的只有把狂潮袭击换成不竭怒火。待会进入游戏，我再一一为大家分享这2种玩法的好处和区别。战场技能我们可以选择瞬移或者火焰炮弹，而战场技能的选择也是跟2种玩法有关联。同样的，待会一次过分享给大家。技能方面有大点大主1负2。然后对于没有接触过神乐的大们，我会介绍几套比较好用的连招给你们，然后再分享一些神乐技能的使用技巧给大家。这里先分享搭配瞬移使用的连招给大家。首先，这招比较好的释放距离就是像现在敌人在屏幕的尾端，这是一招可以打出远距离先手效果的连招。连招方式很简单，先一技能把伞放到后方，再开大，开大之后我们才接瞬移上去。这里要注意瞬移的距离能不能够把伞给收回来。瞬移上前之后，再接一技能把伞丢去敌人中心点，丢到中心点的伞就会触发大招的收拢控制和打出伤害。在大招收拢的同时，接2技能位移到伞的位置，再次开大招逼退敌人。最后就是来个2技能潇洒离场。这连招的好处就是可以超远距离控制和斩杀敌人，防不胜防。坏处就是这套连招无法把伤害最大化，是伤害稍微低一点的连招。可能有些大因为还没了解神乐的技能，会比较难理解这些连招。那建议大可以在了解技能效果之后，再回到这里重新看一次技能的运用。接下来就是神乐最常规的秒杀脆皮的连招，起手13232，一瞬间斩杀敌人，再潇洒离场。还有一招类似的连招，在有把握秒杀敌人的情况下才好去运用。连招13231差不多的连招，不过这套连招最后无法直接放2逃离现场，需要往前移动把伞收回来才可以放2逃离现场。这套连招的好处就是可以打出平 A 来弥补伤害的不足，但如果有带瞬移技能，就可以增加多一点容错率。现在到神乐最后一个斩杀敌人的连招，起手131-232，这是一招当我们放伞放出去打不中敌人的时候，通过开大刷新1技能，再次把伞放到敌人位置，再打出连招。这连招可以提高技能的命中率。现在再来分享大家一种边逃边输出的办法：2技能位移的同时放出1技能打消耗，与伞拉开距离后，我们可以更容易触发被动把伞收回来。接下来就是分享一种回城补状态可以加速回到战场的小技巧。回血的时候把伞丢出去，恢复好就接22技能2段位移跑出去，这样就可以加速的回到战场发育。
那现在就把场子交回给老刘，我们也直接开始吧。游戏一开始买双小鞋，还有升级一技能，然后那个回南的小项链纯粹是我的个人习惯啊，大家可以买或者不买，纯粹因为神的这个英雄真的太耗蓝了，有一点难受，所以我才会买一个回南项链来稍微帮补一下。然后现在我们直接来帮打野去打蓝了，加快他刷野的速度，大概丢2次一技能也就足够了。神的这英雄是属于收割类的法师英雄。所以通常情况是直接推荐出天罚利刃这个加强收割能力的装备。买了天罚利刃之后，就可以把鞋子升级为奥数这些。现在我们来讲一讲神乐的被动技能阴阳锯。哇，这名字听起来好屌啊！其实它只是把雨伞收起来的时候获得一个护盾，还有范围的缓速，还有眩晕的效果罢了。每4.5秒可以使用1次啊，这个频率还是可以接受的。大家都知道神乐的技能有很多，现在我们来先讲讲比较简单的一技能晴明闪开。大家也不用给它2种颜色的一技能给搞混乱了，其实它的用法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把伞丢出去的技能。然后我们可以把神乐的技能简单化，就分为2种，一种就是雨伞在手时候的技能，另外一种就是手上没有雨伞时候的技能。像是一技能刚才就讲过了，就非常简单，就把那个雨伞移来移去的一个技能罢了。这也是神乐专门拿来打消耗的一个技能。但是一技能简单是简单哦，但是神乐玩的好不好很关键的，还需要看我们的一技能玩的溜不溜。至于神乐的2技能就是2种用法的位移技能。但神乐雨伞在手的时候，它的2技能就是一个可以解除控制的保命技能。不过大家要注意，它解除控制之后的位移的时候也是可以被打断的，大家要注意这一点。至于2技能的另外一个位移的用法就是呢，我们可以转移到伞的位置。这个位移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有带伤害的，而且在使用的时候也可以触发它的被动的效果，打出一段带伤害、眩晕还有缓速的效果。神乐前期2级的时候就可以靠1和2技能很好的消耗敌人。整套连招打出来的效果啊，就有护盾、有眩晕，还有缓速敌人。到最后自己还可以再使用2技能脱离战场，直接拿雨伞开始发懵，再配合大恐龙去斩杀泰格瑞尔。神乐的一技能啊，除了消耗之外，还可以打出缓速效果。再借2技能位移过去眩晕大铁罐。现在也是时候讲一讲神乐的大招电倒阴阳。2种状态的大招都是带控制的范围性伤害技能啊。先来分享一下持伞状态的大招，它是一招可以附带缓速和击退自身周围敌人的技能。而神乐伤害最高的技能就是把伞丢出去之后才能使用的大招。而这个状态的大招一共有2段伤害，第一段爆发伤害之后会刷新一技能的冷却，然后会在1.5秒后爆发第2段伤害，并可以把敌人拉扯到伞的中心位置。那如果我们想要玩好神乐这个英雄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学好3样东西啊。首先先讲第1样啊，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学会如何把大招丢到人家的头顶上。第2样东西呢，就是我们要学会使用2技能来逃脱敌人的追杀，或者是追杀敌人。然后第3样就非常的简单了，就是我们要学会对所有技能的融会贯通的使用啊。连招是死的，灵活的使用才是真理啊。玩神乐用一技能的时候啊，情况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伞收回来。这样做的原因有2个。第一，伞在神乐手上的话，丢出去的命中率会比较高。第二，神乐把伞丢去前方的时候，是最容易被敌人抓死的，因为手上没有伞的时候，只能位移到前面伞的方向。只有伞在手上的时候，才可以使用解控的位移技能。至于怎样把伞收回来啊，这一点非常的简单了，只需要我们往后走，把那个伞的距离拉断就可以了。出了天罚利刃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出那个闪电权杖来增加我们的爆发能力。有了闪电权杖，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秒脆皮英雄。神乐这英雄的优点啊，就是可以打控制，可以打爆发，可打消耗，还非常的灵活多变。而缺点就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和装备伤害才可以起来，而且还非常的耗蓝。它有一点就是明明是个法师英雄啊，但是需要贴脸才可以秒人。这里来套131-232，杀完人潇洒离场。简简单单的连招越塔杀人一点都不难，因为需要贴脸这个因素啊，玩神呢就非常考验我们的进场时机了。进场进得好，把敌人打包回家；进场进不好，神乐自己打包回家。
最近老游玩神乐这个英雄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蛮好玩的，一套技能下来秒杀敌人，还可以安然的退场，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爽。神乐这个英雄玩得好，他的上限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到底要怎样从零开始学会神乐这个英雄呢？第一点老游给的建议就是我们要先了解这个英雄是怎么运用技能去秒杀敌人的，所以大家可以先去熟悉一下老游推荐的几套连招，然后就是学会适合神乐的进场时机。再来就是大家在玩神乐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每个阶段的神乐一套技能下来可以打多少伤害。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因为当我们足够了解神乐这个英雄拥有第一件装备或者第二件装备可以打出多少伤害的时候，那我们遇到脆皮英雄就大概能知道我们的伤害足不足够把它给杀死。当我们非常了解一个英雄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更加果断的抓人打团。这个办法适用于每一位英雄然后神乐也是有一个高难度的连招，常常都会有粉丝在聊这个。起手一借大，再往后翻页，瞬移借二把敌人给拉回去的连招。老实说，这连招是真的帅，上分的时候用出来绝对是整场最亮的仔，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打出奇妙的效果。不过有一说一，这连招需要准确的把握时机才可以用出来，不适合新手玩家。然后再来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连招不太实用，你当使用失败的时候会比较尴尬。尴尬是小事一个不小心还容易给敌人打包带走。如果有大大知道这个连招的使用技巧，欢迎留言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现在时间也剩不多了，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2套玩法。我先讲在敌方正常阵容情况下所用的爆发流。我们先来看装备，鞋子我们选择奥数鞋来增加穿透。神乐是一个专门打收割的英雄，所以我也是比较推荐天罚利刃这个装备。也有一种情况，老游是不会选择直接出天罚的，那就是在敌方有安卓拉、赖类回血和加护盾的英雄时，我会直接选择出灼热之棍。我也发现现在的玩家都很少会出减治疗的装备，靠别人倒不如靠自己。反正会买减治疗装备的都在对面就对了。而在高端局都很常有玩家会带治疗之拳跟剑盾这2个战场技能，所以我们同样也是可以选择出灼热之棍来打一个克制。然后第3件闪电权杖增加爆发伤害，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秒杀敌人。然后第4件，如果对面不太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出天才法杖，太肉的话就可以选择魔法圣剑。第5件就是最高法强的神圣晶石，出了之后伤害会有爆炸性的增强。最后一件依旧推荐保命撞盘跟王冠而不朽，这套出装加上增加爆发的狂潮袭击的伤害，就足够秒脆皮了。所以爆发流的玩法，我们也不用拿火焰炮弹这个战场技能补伤害，我们可以直接拿瞬移这个技能来提高神乐的操作上限，也可以大大的提高容错率来弥补操作失误带来的影响。那现在到老游推荐的另一个玩法消耗流，这套玩法老游会在敌方有2个或以上太肉的英雄才会用。不劫怒火这个技能可以让我们对坦克英雄造成生命值100%伤害，还自带一个回蓝效果，连回蓝项链都可以不用买，然后也把一技能的消耗能力直接拉上来。当然这技能缺少了狂潮袭击的高爆发，导致伤害有点不足，所以这个玩法的战场技能我选择火焰炮弹来弥补伤害的不足。装备方面，如果出灼热之棍还坚持出天罚利刃的话，就建议拿掉闪电权杖这装备。如果有大大不想出天罚利刃，这装备就推荐大大第2件闪电权杖，然后第3件出灼热之棍。这2套玩法就是我最近玩神乐的心得，希望对你们有帮助。现在直接运用前面所分享的技能使用技巧，直接解控拉开距离，再接一斩杀泰格瑞尔和巴蒙。这里来个一技能收掉大铁罐完成3杀，最后再把领主拿下，再以高经济配合领主直接压高地。至于这把为什么爆发流还拿火焰炮弹的原因，纯粹是我还在测试技能的途中。这期视频讲解的东西也比较多，不过现在老游的视频都会放置时间轴这个功能。最近好多粉丝催更一些英雄的教学视频，而老游的英雄制作名单有点多，也只能一个一个的做视频。
如果有比较急的大可以加入老游的会员，老游会优先制作会员的教学视频。这里队友打算开团，我们等待队友先手，露比把人拉去伞的位置，我们直接3-2-3-2-1拿下3杀。至于没有加入会员也不用担心，老游一样会制作教学视频，难度高一些或者不太契合我的英雄，可能就需要多花点时间。还有一点，其实老游大部分时间打排位其实都在练英雄，只要大不介意老游练英雄的话，都可以拉我一起开黑，让老游带领大一起去往美妙的调性之路。如果短时间内大们玩不好，神乐也不要紧的，我们只需要多玩累积经验就可以越玩越好。这里直接2技能进场放大，再次完成3杀。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大们学会神乐这个英雄。你们的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都是对老游最大的支持。在这里祝福大们游戏愉快，单抽出奇迹。这里是能躺就绝不 carry 的游戏博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